嗨，大家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慢语中文。今天我想聊一个有趣的话题，你们是更喜欢社交，还是更喜欢独处，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呢？那今天就让我们用中文来聊一聊这两种生活方式。I'm Marina，欢迎回到 Spicy Mandarin Talks。让我们先来看看，在休息可以放松的时间，喜欢社交的人和喜欢独处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什么是社交呢？社交就是你和别人一起说话、交流，参加某个活动，或者做其他的什么事情。比如，你和朋友去参加聚会，约出来一起去喝咖啡，或者去某个餐厅吃饭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，更多的是为了有一个人可以一起分享时光，分享感受，所以和其他人相关联的活动，我们就叫它社交活动。独处呢？独处就是你一个人享受自己的时光，在这个时间里，不用考虑其他人的感受，可以尽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一个人在家看电影，一个人做饭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听音乐，这些都是独处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社交是和别人有连接，而独处是和自己有连接。在社交中，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感受，比如社交有时候让人觉得充满能量。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真的很高兴，大家一起出来坐坐，聊聊天，约着一起去吃饭，那种氛围特别轻松，大家互相分享着有趣的事情，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，整个人充满能量，心情也瞬间变好了。我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，每次见面都会分享彼此的情况。如果遇到生活中有困难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相互安慰，并给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。你会发现，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得到了很多支持，真的有一种特别的能量。有的时候，社交也让人疲惫，比如大家都坐在一起，从表面上看，聊天聊得热热闹闹，气氛也很好，但你却感觉越来越累。很多人坐在一起，但你内心却一点也不轻松，你感觉精力被消耗了。心情也变得很低落，真的希望那个时候可以早点回家，好好休息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Do you ever feel exhausted after socializing, even when you enjoyed it? I'd have a good time with friends, then need 2 days to recover. 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好玩？特能补充精力吧？说完社交，我们来看一看独处。有的人说独处等于孤单，但我不这样认为。我认为独处只是一种状态，它并不等于孤单。有的时候，
你只是想休息一下，不被别人打扰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很喜欢一个人坐在家里，喝杯茶，翻翻书，想想自己的事情，或者什么都不想，只是放空自己。这种时间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做饭，一个人看电影，选择不被打扰，一整天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，那种感觉特别的自由，心里也特别舒服。慢慢的，精神也恢复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独处对我来说是一个充电的过程，让你有时间可以整理心情。你开始更加了解自己，也能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当然，也有的人会觉得独处很无聊，甚至不习惯。但当你慢慢学会享受独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段时间非常宝贵，因为在独处的过程中，你会倾听自己的声音，也会慢慢找到真正让你放松的方式。其实很少有人完全只喜欢社交，或者永远只想独处。大多数情况，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心情、经历和当时的状态来决定是要社交还是独处。有一天你心情特别的好，那么有可能就自然而然地约朋友一起吃饭、逛街或者聊天，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充满了活力，感觉一天都变得特别美好。有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，比如你刚经历了忙碌的一天，最近工作又很忙，压力特别大，这个时候朋友打电话约你出去，你就会觉得特别累，只想在家里独处，安静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所以说，社交和独处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和朋友聚在一起，享受热闹；有的时候又需要安静的时光，自己待着，放松心情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能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节奏，让自己感到舒适，生活才能更加轻松和自在。社交和独处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希望你能找到最舒服的方式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